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50周年。不明白播客特别制作了文革60周年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邀请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共同探讨这场浩劫如何扭曲和伤害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以及为何中共一直视它为禁忌。在为数不多的文革讲述者中，男性占了大多数，女性在那10年中的经历很少被听到、被看到。我们特别想呈现女性在这场浩劫中的经历，她们看到了什么，触摸到了什么，感知到了什么，她们在情感和精神上又是如何用一生来承受那场浩劫带来的影响。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到华盛顿季风书园，和这个文革亲历者和记述者刘海鸥老师一起来做这个对谈。刘海鸥老师呢，我是在文学城上看到他的作品，然后看了第一篇以后呢，就完全没有办法停止，就看了很多很多。我今天和刘老师到这个在华盛顿转了一下午，我就会能记住他写了很多很多细节。然后呢，刘老师他非常慷慨的把他自己的2本书，一本是《话说我的一生》，还有一本叫《半壁家园》的部分内容呢，放在了这个文学城的他自己的博客，叫《大海的水鸟》，就是海鸥啊。对文革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那里去免费观看。刘老师的书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而且他这个《话说我的一生》非常特别，是和别的一些文革的亲历者不一样，因为他用画，它不但有文字，还有自己的画。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刘老师，我特别喜欢您这个封面，您叼着一根烟，拿着个树枝，然后在这地上画，就像您自己的一生一样。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封面？这张照片啊，实际上是大概我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去旅游的时候，在那个塔斯马尼亚岛，那地上有雪，下的雪好像是沙子，不是沙子是雪。然后我来澳洲这么多年没有看见过下雪，非常兴奋，然后捡了一个树枝子就在那个地上画，然后他们给我照下来了。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我就选了这张照片。您的性格是什么？稍微说一下。刘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因为他在红旗杂志社，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在红旗杂志社坚持生2胎，然后毅然决然不要工作，然后40多岁去了澳洲，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从小就是一个自由散漫，在毛时代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但是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从来和这个时代和这个体制是格格不入的。您说一下，就是您为什么现在再说，就是为什么觉得很符合您的个性？他这个就是我就是比较那个洒脱，然后比较豪放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照片很符合我的那个这个性格。当我准备设计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张照片，然后就是说正在地上画，拿个树枝在地上画，然后地上呢有一些就是放一些我的画，就等于我是在一个比较宽松的广阔的一个天地里在进行创作，没有任何约束，就是设计的这么一个封面。应该先介绍一下刘老师。刘老师今年79岁了，从悉尼坐飞机到华盛顿开一个笔会 non-fiction 的笔会。我们还是慢慢来说吧。您是文革的时候是19岁，然后呢，您其实是写东西写的很多的，但是您什么时候就觉得要选择要用连环画来记录自己的一生，尤其是用连环画把文革时期发生的很多事情要给它画下来，这个想法是怎么出来的呢？我那个到了那个澳洲以后呢，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呢一点一点的写，在写的时候呢，就是一种趣味，想起一件事写一件事，再把它串联起来，最后呢就串联成了一个我在这个中国40年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写完了这个以后呢，我想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一个普通人，有多少人对普通人的一生会发生感兴趣呢？然后我把这本书就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的外甥女看，因为就是她比较懂中文，她是一直读到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博士后，我想让她看一看，但是她兴趣不大，这样我就有一点灰心，我就缩小了我这个读者的范围。
给我女儿看。您女儿是7岁从北京到澳洲，是不是？对，我中文不是很好，中文不好。我说就给我女儿看，给后代看，我自己的后代看，因为我的女儿对历史特别有兴趣。他大学读了人类学的硕士，所以呢，后来我就想这个就给他看吧，给他看。他7岁到澳洲，中文已经完全不行了，他看不了这个中文的，我就给他讲了以后呢，他也不明白我说的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后来我最后想，我干脆画出来。我不是画家，也不是作家，画画和写作呢，就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画这个之前呢，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画。我是小时候在初中的时候喜欢画画，所以这些画呢，就是从那个艺术的眼光来看的话，并不出色啊。但是呢，那个场景都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发生的那个场景。有些这个和我岁数差不多的这个人看了以后说，完全就是符合当时他们所经历的一些这个场面。这对后人来说的话，也有这个有冲击力。有些年轻人说冲击力太大了，所以就我也挺满意。说实在的，刘老师，我真的建议大家去看他的书，就是您自己的家庭的，就是从您爷爷到您父亲到您自己，就是您这一个家族的历史都特别有意思。您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的翻译家刘辽义，他曾经翻译《战争与和平》。您呢，就刚才说的是一个个性散漫的人，但是呢，在青少年时代一直想要做一个好孩子，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在书里面呢，您用整整1章描述自己怎么样把思想放在清水里洗，放在血水里泡，放在碱水里煮。就那个时候的您，就是真的相信这一切吗？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您怎么给自己洗脑的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首先介绍一下我当时的经历。我是1965年高中毕业，在那一年就是叫做阶级路线啊，已经达到了就是顶峰。那阵儿呢，就是像我们这种所谓出身不好的，等一会儿我再讲我的出身的问题哈。出身不好的人呢，都是就是打入另册的，在我们的毕业鉴定上边都有4个字：不予录取。不是不宜录取，是不予录取，不准录取。所以我们呢就是不能上大学，等于说没考上大学吧。然后因为考试成绩很好，被教育局给收去了，就分到中学当老师。分到中学当老师之前有1年的时间，在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就是重点学校吧，精英学校做代培。就是在代培的这1年发生了文革。我的主要的一些文革中的遭遇就是在这个学校发生的。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呢，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开始，我已经就感觉我的这个自由散漫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不适合当教师的，而且也不适合这个党对我们的要求，还有毛主席这个5个接班人啊，像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这些条件，就开始了一个拼命的自我改造的这么一个过程。当时我的日记里边哈，现在没法看的，就是说看了以后怎么叫没法看呢？恶心。你看了以后觉得哎呀，怎么那么腻味啊？全是表忠心的是吗？全是思想改造，还不是表忠心。您给个例子，就比如说写了什么东西让您现在看是什么呢？好，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天我们在开会，开这个政治学习的会。当时呢，就是学校呢有一个琴房，有一个人在弹钢琴，弹的那个钢琴呢就是古典音乐，好像大概是莫扎特的。可是那个时候文化革命呢已经开始了，这些古典音乐是被禁止的。就是为什么在琴房里边还有人在弹钢琴呢？那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军干子弟和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他们是做这些事情是可以的。我听到这个琴声以后，忽然间就是什么东西就冲到脑门了，就发晕了。因为我以前是特别喜欢古典音乐的，古典音乐从62年起就已经非常谨慎的一步一步的就断了，就听不到了。我听到这个古典音乐以后呢，我一下子就马上冲头，但是我马上又感觉到不对
啊，你这个情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啊。我这个日记里边就写的，一定要用快枪击毙啊，要用快枪击毙你这个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我在这里边画的这个画呢，是画了一个有人在弹钢琴，有个莫扎特在那儿哈。我的那个枪对着莫扎特的那一张枪，是我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我日记上写的就是这些，另外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我还有很多例子。你比如说哈，那阵儿这个学欧阳海，学解放大学解放军学欧阳海，知道欧阳海吧？那阵儿呢，就是毛主席解放军给我们树立了很多榜样。欧阳海呢是一个这个解放军，他在火车开过来的情况下，那个军马呢，铁路线上啊站在那儿被火车吓住了。就是火车要开过去的，撞上军马的话，那火车也要出事儿，要翻的话。那个结果呢？这个欧阳海呢，就这个怎么样推着军马，反正是最后终于把军马推出了这个铁轨，自己呢就被这个火车给撞牺牲了。那当时大家都在学习欧阳海的这种精神。我们这个学校出去以后就是一个铁道线，我们要是回家的时候要经过这个铁道线再去坐公交车。哎，有一天我走在这个铁道线上，就突然火车远远就看见过来了，我就想。学习欧阳海，我来看一看，如果在发生在这个欧阳海所出现的这种情景之下，我能不能做到像欧阳海一样？然后我就站在这个铁轨这等那个火车过来，当火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狼狈逃窜，回来以后就开始写日记，说我这个什么就是学这个欧阳海学的特别不到家，有什么私自一闪念什么什么的。如果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当了逃兵我就要怎么样，反正是又把自己狠狠地批评一顿。当时的日记就是这个样子，没法看，就是这么改造的。刚才他说的呢，后来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呢，就是什么碱水里洗啊，血水里泡啊，清水里煮啊。就是这样，我就写了一段，我说你们见过洗猪大肠吗？我当时就是以洗猪大肠的这种操作来改造我自己的思想。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们家有一个长期的，可以说是女佣人吧，对，叫阿巧。阿巧是你们家最有革命意识，或者最知道这个时代是怎么来了。就在文革刚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没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整天的撕东西、砸东西。对，您能说一下吗？就是你们家就让他那么砸着，我觉得那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儿。就他想砸什么就砸什么，想撕什么就撕什么。对，我们家有一个那个保姆是广东人，她是一个那个自梳女，她就是12岁的时候从家里边出去，把头发自己梳起来，就是说表示了决心一生不嫁，然后就完全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生存。这是当时呢，就是在那个珠江三角那一带吧，实际上还是一种比较进步的一种女性的独立的意识吧。她是一个自梳女，她在我们家当保姆，跟我们家已经处的就相当好了吧。文革来了以后呢，就是那种红8月或什么的时候，他就主动的把我们家的那些什么条幅，就是那个上边有绣苏绣啊，玻璃瓶全部砸了，完了以后烧书，砌了一个炉子，把我们家的书也都给烧，还有把我爸爸的那些唱片胶木唱片也都砸碎了。他做这些事情我们家没有一个人说他，我爸爸妈妈都没说他，为什么呢？他完全是出于保护我们家的这种，就是一种保护我们家的这个目的他那个作为这个保姆他非常懂得一个保姆之道，就是说你这个主人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保护你这个主人，是这么样一个。后来护主的这个，对，护主的这个，对，就是一个护主，后来那个他在我们家就一直生活到去世。我觉得我看您的书里面有一个事情，真的是我都觉得很可怕，就是您当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您在写大字报的时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写成了祝毛主席无寿无疆，这个万写成了无，就是您发现这个错误以后，就您说全身的血液都僵住了，因为写错这一个字在那时候可以送命。您可以描述就是您这个错误是怎么发生，人发生的这个错误的瞬间是怎么回事吗？这样就是
在文化革命中呢，像我们那个院子本来是独门独院，后来文化革命呢就派进了几家人住进来了，就等于占了这个房子了。占了这个房子呢，我妈妈呢就写了一个草稿，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家有多少存款，这些存款呢我们已经交给这个单位冻结，实际上它就等于给全院的人和胡同里边的那些积极分子做一个交代。但是我妈就觉得我写的那个毛笔字好看，让我写，好我就写吧。那以前写这个大字报，所谓大字报的话，前面反正是有一套，当时要什么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者什么要斗私批修，然后写完了以后一定要写三呼万岁庆祝我们心中什么最红的太阳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一个字我就写错了，无属无疆，无属就没看见，叭就贴上去了。贴在哪儿呢？就是贴在我们家的窗户上。这样的话，外边人来了也可以看到，我们同院的那些邻居也可以看到，贴在窗户上。后来呢，就是可能是我们院的一个积极分子突然发现了你这写的无属无疆，我一看完了，怎么完了呢？你再贴个万字补上去不就行了吗？不行。那阵大字报一上了墙，那就是圣旨上了墙了，你不能够涂改，不能够撕下来，这些都是一些反革命行为。但是那些个无首无疆在那摆着更反革命，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然后后来是不知道是我们家的人还是什么人，就马上把街道主任找来了。那个街道主任跟我们家关系比较好，因为我父母就是在我们胡同里边，虽然我们家就算是最有钱的一家，但是态度特别谦和，跟所有的邻居都打招呼什么这个笑脸说话聊天什么的。所以那个街道主任对我们家呢这个比较保护，挺好。他就说这个事儿我们决定不了，一个通知就我妈，因为这是我落的是我妈的名字，通知我妈妈的单位。一个是我写的通知我的单位，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我一听到这个，听通知我妈单位的那还好说他们那个是全国妇联，他在全国妇联工作，那还好说。我们那个单位正是这个红卫兵已经打死了一个老师，然后在外边打死了一个良校的学生，打死了一个老师的弟弟，正在打死人的时候。所以我说完了，我这回保证没命了，一定是没命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被学生斗过好几次了。后来没办法，那怎么办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我妈的那个单位的一个就是特别左的一个领导，他的女儿正好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的这个造反派，就是说也是属于高干子弟吧，她那丈夫也不知道是当个什么的高干子弟。如果我不到学校报告的话，那就是也会传到学校了。通过我妈的那个的领导，她女儿，那问题更大。所以我第二天就没办法，战战兢兢到学校。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赴刑场的那种心情。还好到了学校呢，那些打人最凶的全都出去那个打人去了。那会儿红卫兵走上社会了，已经走上社会了，就是那些人都抡着那大皮带到社会上去打人去，打死了好几个社会上的人。然后在红卫兵总部呢，就留了几个那个懒懒散散的坐在那儿待着的几个红卫兵。我就在那儿战战兢兢地报告了我的罪行。其中一个大高个儿面无表情，走看看去，那个人是谁呀？是民航局的这个副局长的这个儿子。然后我就只好就骑车带着他们，也骑着车就到我们家去了。看了以后，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好像没看见一样，不把这当回事儿似的。我把这个当成这么大的事儿，他们不当回事儿似的，开始抄家就开始那个翻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家虽然父母工资比较高，但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除了书之外没有什么东西。他们就在那儿翻，最后找了几样东西，我妈的一个猫皮大衣还不是别的皮，是猫皮就是他当时说是猫皮凑的，就是一个大衣，反正是一件皮大衣吧。还有一件那个徕卡的那个照相机，120的徕卡照相机，就是这两样东西还有我妈的一些小玩意儿，我妈喜欢的小玩意儿。就在这时候呢，阿乔，我们叫阿乔，
把那个街道主任陈主任叫来了，陈主任说：“你们是哪学校的？我们实验附中的。我们这儿抄家不归实验附中管，你们走吧，我会通知管这片的学校来抄家。”结果那几个人也老实，我觉得就是他们留在那儿，不留在红卫兵总部那几个人也老实。那叫我们来干什么？就把东西全放下就走了。我以为这个事儿就完了。您以为这个事儿就完了，但是后来呢，出了一个特别大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呢，您几十年都没有跟您父母说，您说一下。第二天早上呢，我到学校去，还没有事儿，我放心了。下午回家，准备回家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就坐在那个学校前面，有个圆的那个花坛嘛，有几个学生，他们好像是在干什么事儿，每个人手里拿一个铁锹，站住，我就站住了。其中的一个叫做丁四野的学生听听这个名字，四野，他叫四野。就是因为我们那儿就是实验附中旁边都是那个军队的大院，全是军队大院集中的地方你就知道他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了。四野战军，完了以后就说那个四野平时就是打人是最凶的一个人，那眼睛就像个小饿狼一样就说，听说你写了反动标语。后来我就说，我说是笔误你还敢顶嘴？你什么出身？问我什么出身？我那阵儿我爸是个知识分子吧，我就是知识分子只能叫职员我就说职员。你爷爷呢？说实在的，我根本我就不知道我爷爷是什么，我也没见过我爷爷什么，这爷爷都没有概念。我想他大概是个地主吧，因为我爷爷不能够上大学的我想可能他就是个地主吧。我就说地主你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然后就啪啪啪几个耳光子就打上来了。完了我也没说话，也没吭声，他就开始拿那个铁锹打我打的呢就是前胸后背的，就那么打。我就转着圈，我就只让他打我的后背，我不能打，就是打到前边，也不能打脸就在那打。只听见那个铁锹的那个打断了，那个铁锹把打断了，那铁锹头飞出去，咣啷啷啷啷就飞出去了我就快招架不住了，我也不知道有几个人打我，反正是一顿乱棍吧打。就在这时候呢，有一个学生走过来了，是高2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呢是炮兵司令部的二炮的叫汤平，后来那汤平也是跳楼自杀了。他的儿子走过来，就是汤平这儿子走过来了他叫汤敬平，然后就看那个四野打我打得这么厉害，他就一把揽过那个四野，走就揽着称兄道弟的就把他带走了。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汤敬平他是不动声色的救了我，因为我那阵儿就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而且我上学早了1年，和他们这个岁数差不多，都是一样大的，和这些高中学生就救了我。完了以后呢，我就回家了，从那个自行车棚里边推出我的自行车。那自行车前边那阵儿大家知道吗？上面都挂一个毛主席像，毛主席指路我前进还是干嘛就这意思。毛主席指路我前进，每个人的自行车上都挂那么一个。我的那自行车上呢也有一个那个牌儿，而且我做的比较高级，是拿了一个小镜框有玻璃的，有什么的，还有支架支在那儿呢，就是那个什么，别的人就是2根绳子吊着，然后就挂在那个把上。我是那个支架，然后以前还有红卫兵看见，哎，你这做好，你给我做一个，我就骑着这自行车，毛主席这个指路，我就前进这时候路上我这眼泪才流下来回到家，我妈说，哎呀，你怎么了？因为我那个脸已经被打的这个伤痕累累了我说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摔到那个路边的那个树丛里边，那些树枝子给我扎的就告诉他这个，我妈也就信了你说谁摔跤能够那么摔法脸吧唧就那个埋在那个树丛里边这是不可能这么摔法的他就相信了。您觉得您妈妈当时是她觉得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还是她真的就相信了？她真的就相信了。她不会骑车，她没骑过车，
他不知道这个车，这自行车摔，我们都是这么摔，我们都是摔，不可能邦基那翻墙似的翻到那个树丛里边去，不可能的。他是真的相信的。那我们再说一下，您当时是在师院附中当老师，就是当时正好是，这是应该是文革红8月的时候，是不是？对啊。对。然后您不光是您作为一个代课老师或者是被培训的老师，您是这么被学生这么打。然后您亲眼看到这个校长被打的背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肉，还有后面的您待会儿愿意说可以说，就特别可怕。还有这个党支部书记被剃了阴阳头，然后被命令每天就是爬行着入校。您当时看到这些的时候，您会想什么吗？哎呀，就是校长，我们那个校长，他原来是这个北京的地下工作者，一个北京地下工作者是这么样一个革命者。完了以后呢，就为了什么？就所谓的执行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被打的，他衣服不能穿了哈。这个皮开肉绽。那天我经过那一个楼梯间哈，就底下那个三角的那儿，就看他坐在那儿，跨在椅子上，背朝着外。那么坐着，他那个背啊打的就像一块花布似的，也不知道哪来的，有白色、红色什么还有就各种皮肤的颜色，就是根本没法穿衣服，就只能光着那个背。我当时就倒抽了一口冷气。我的心里边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也不应该被打成这样，也不属于坏人那红卫兵就看什么看，不老实就是这个下场。你要不老实就是这个下场。女红卫兵，后来我就走了。然后呢，有一天就看见好多红卫兵就往师院跑去了。我们师院附中和那个师院挨着的，就往师院跑去了。后来我和另外一个代培老师呢，我们说发生这什么事儿了，咱们去看看，就去看去了，跟着那红卫兵就去看去了，就发现这个他们是到我们那个党支部书记叫赵有霞的家里边去了，到赵有霞家去，然后呢，就我们看见的时候，就把赵有霞披头散发的给拽了出来就是五花大绑的那拽了出来。是男的女的？女的，一个女的剃了阴阳头阴阳头知道吧？一半有头发，一半没头发对，当时对女的这种侮辱就是凡是所谓的校长或者是这领导，一半有头发，一半没头发。你要走在街上，就是一个那个标配，像犹太人的那个戴的那个东西，对，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一个走资派是个坏蛋，是个坏人所以走在路上就可能不断的被打。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什么呢？赵有霞的婆婆呢，还是她的妈妈带着赵有霞的小儿子，那小儿子很小，又白又嫩，长得漂亮极了，大眼睛。她那个婆婆呢也很镇静，但是把那个小孩的那个搂着，自己把他那两个眼睛盖住了，就搂在他这个怀里边，把俩眼睛盖住，不让他看他妈妈这个惨状。我当时看这马上就动了恻隐之心，就是同情我同情这个孩子。至于赵有霞嘛，那个说他是怎么坏，半信半疑，但是对这孩子产生了很大的这个什么。然后您当时的同事生物老师于瑞芬，他被红卫兵倒提着双脚拖下了楼梯，然后被浇了开水，被折磨致死。14、15年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您的父母，说是为母亲平反，他的母亲叫于瑞芬，您才知道于老师是您的表婶。然后您说，老天啊，当初红卫兵要知道我和于老师有这层关系，我还有活路吗？就是您都到了10几年以后，您第一反应还是害怕，还是一种恐惧，这是就是那个年代人最自然的一种反应吗？您觉得？也是感觉到很恐怖的。就是当时这个于老师他为什么被打呢？他是个右派他是多年前的右派，完了以后呢就不能教书，就在那个生物实验室刷瓶子什么的，就做这些工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师院附中这个专政队，大家知道专政队吗？就是把所有有问题的、历史问题的和现实问题的，什么历史反革命、现实反革命，什么乱七八糟走资派，这些牛鬼蛇神都集中到一起，编成一个队，每天要唱歌，唱豪歌，就是那个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什么什么专政，我要怎么着，就是要唱这个歌。
然后呢就是要干活，而且呢随时拉出来批斗，对这些人随时拉出批斗。这个于老师呢，他那个我就说这个专政队抓了50多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跟这个于老师过不去哈，就把他呢从那个楼里边教学楼里边拉出来，教学楼呢有个台阶，拉出来呢倒提着他的双腿，然后呢他那个下台阶的时候呢，那头就一咯楞一咯楞咯楞咯楞这么磕下来。完了呢，有一个学生们就逼着他在操场上跑步，在操场上跑圈儿。他很胖，肉大身沉，跑不动最后就倒下了。倒下了，红卫兵说他装死，然后就拿开水去浇他，浇了几桶开水以后呢，人就死了，死了以后，红卫兵还不罢休。把这个专政队的这些老师说每个人要打，拿着那个铁锹木棒要打他，你要不打的话，你就是同情这个什么分子你就同样的下场。那就说就不得不打吧，说那个肉已经烫熟了，再一打就皮开肉绽。之后就让我们那些其他的老师去看什么牛鬼蛇神的下场，就让我们必须大家去排队去看他的下场。看死人当时他的那个死状呢，就是头埋在沙坑，就在操场的沙坑里。那阵儿那个沙坑下了几场雨，里边有水，然后他那个腿呢什么的在外边光着脚，身上呢全都是紫的、肿胀的，这样皮开肉绽的，就这样。后来过了10多年以后，我老家淮北，就是安徽的淮北，来了一个亲戚。住到我家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说干嘛来了？说给我妈平反。你妈在哪儿？在师院附中，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一听我就是非常的震惊原来就是我们学校，原来就这个于老师是我的那个亲戚。我记不住我当时的反应怎么样了，但是后来我在写这本书，把这事情写进去的时候，我就想，当时要是红卫兵知道他是我家的亲戚的话，那么连我一块儿也干掉了就是这样。你有没有去找这个叫什么丁四野的这个人？你知道他后来他做什么了？他的最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结局？我想我没有碰到过这个任何曾经那个什么的曾经什么我的人，也不止这个丁四野一个人。当时那个学生很多学生都对我不好，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就是说我没想过我要碰见他们会怎么样。但是我现在想，我要碰见他，我不会说和解我不会跟他和解的。起码我要告诉他，你当时对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吗？我要把这事情给他点清楚。你不能让他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活一辈子，或者认为自己做得很对，或者自己怎么样，从来不反思不什么的。我要帮他反思一下。其实我真的有特别多问题想问你。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然很多人就是文革这段历史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他不太想提这段历史，所以呢，文革也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我们以前说过，就是写这段历史的人也不是这么多。我不知道您在这写的这个过程中有那么多，就包括您自己被打，还有您家里人都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是您写的时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吗？您会觉得痛苦吗？还是写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我觉得就是在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已经全都释然了。就是说我为什么呢？我曾经经历过这么一个，我这里有一章叫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说我本来是一个天性非常自由也自由散漫的那么一个孩子但是在思想改造思想革命化运动和那个文革前的那种高潮中我在把自己的过去全部否定把自己的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什么这那的全部否定就是一心的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然后到了这个什么的时候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文革结束前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疑问了。到文革结束的时候，突然间的就抓了四人帮把四人帮抓了然后就是10届3中全会否定了这个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现在不全面否定了，又往回了往回退了。然后那个
在这种情况下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啊。这个所谓的打击就是说，我花了10几年的时间，或者是比10几年更多的时间，我这么样的改造自己，来和这个时代合拍，是吧？突然这时代一下子翻过去了，变了啊，那我怎么办？我这10年是不是全错了？有一个这个有一段时间就比较消沉的，就是这种思想斗争。后来呢是怎么样翻过来的呢？就是后来我就考了那个研究生，学的是哲学，在这个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学那个西方哲学，特别是学了西方哲学。另外我们那几个老师哈敢说话，他们还是很敢说话的。就是当时呢，憋了这么多年的话不敢说，就是到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恨不得把什么话都倒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已经思想就发生了变化。然后逐渐的完成了一个再一次否定这个原来的这个情况。换句话说就是说本来是自己，然后把自己交给了某人某党某人，是吧？现在呢又把自己拿回来了。然后您的父亲在文革的时候下放到湖北咸宁的干校，那个干校是非常有名的，你们如果很多人看很多文革的回忆的文章，应该是会知道的。就在那放牛改造。1969年他离开北京去干校之前，连发3封信给您，每封信都说的不必来送。然后您收到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呢，他已经走了，没有人送他上车，他一个人走了。您说这是您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之一。那个时候您为什么会觉得革命可能比送您父亲，我不知道，就是您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就是我就是不去送的，就是虽然您父亲就是很明显的想要人去送。我当时就是已经处于那么一种亢奋状态了，你知道吧？这个在文化革命中呢，有的时候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当时想的并不是革命，那阵儿我是在那个农村，后来我正式分配到一个农村，北京海淀区的永丰中学，在那个中学教书。但是呢，又把我分到一个戴帽班。那个戴帽班离学校大概有10几里地，所以呢，我就住在那个就是这个小学戴帽班。戴帽班知道吗？不知道，您要说一下。戴帽班就是这样。那个小学的毕业生应该上中学了，但是离中学大概有10多里地。为了方便他们，就是不要走这10多里地，就在小学开一个中学戴帽班，就等于戴了个中学的帽子，然后让我去教这个戴帽班去。我就在那个戴帽班，但是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在什么呢？我就得教语文、教数学、教各种课，一个人在戴帽班得教各种各样的课。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是忙的就是脚不沾地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所以我爸爸那个信来了，我就一折就往兜里一插，一折往兜里一插。后来连来了3封信，第3封信说我们现在已经最后定了。前几封信先说去什么时候走，第2封信就说改时间了，第3封信说最终定什么时间，在什么永定门火车站什么的，不必来送。但是我想他为什么就是3封信给我发了3封信都说不必来送呢？实际上他心里肯定是想让我送的。在那种时候呢，我姐姐在新疆，我大妹妹在山西，我小妹妹在内蒙，家里没有人，就我妈一人，我妈还正在被他们整的是一塌糊涂。所以我爸爸我突然间那阵儿也不是说我非要革命或什么，我就是想不到这个事儿要送我爸爸。就是说这个革命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东西不是说我一定要革命，我什么没有。我就是我不能走，我这离不开工作，离不开，我不能请假，就是这样想的结果他一个人走了，我突然间意识到，因为我知道，我一看那个信来的信的时候，那封信到我收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因为我们那个到农村的那封信也用了2天时间呢，他已经走了。我突然心里特别的难过
然后非常的后悔，我当时就请了假回家，家里边没有人，我就是想体会一下这个我爸爸在的余温，因为他写了留了一块哈密瓜给我，回到家桌上放着一块哈密瓜给我的，就这样。1994年的时候，您有一个姑姑是在台湾，她从台湾到北京来探亲，和您爸爸说起这个国共两党，他问您父亲说，就是国共两个党的统治，您都经历过，这两个党相比怎么样？您父亲说，两党相比，共产党比国民党最坏的时候还要坏。您能说一下吗？就说他为什么，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小很年轻，家里面其实您的爷爷就是国民党那边非常显赫的一个人物，但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特别的要坚定的要跟着共产党，然后经历了很多的磨难，还是非常相信共产党，而一辈子都想入党。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候会说出这么一句话呢？这就要说一下那个我们家的这个什么哈，简单的就几句话带过啊。我那个爷爷是一个国民党的那个将军哈，是那个什么顽固派啊，要是落到共产党手里的话，那是绝对要那个枪毙的。他在打那个淮海战役的时候，当时叫什么会战啊，我都想想，徐蚌会战吧，叫徐蚌会战的时候打淮海战役是他带着的啊，结果被抓了，被共产党抓了。他被共产党军队抓他的正好是一个他手下的投诚部队抓的。投诚解放军的部队抓的，我这个爷爷呢是坚决不投诚的。然后呢，他的手下一看，哎呀，怎么把他给抓来了啊？他叫刘荫元，怎么把这个刘荫元给抓来了？派了人把他给放了，护送走了。当时是这样。后来呢，49年的时候，他携带全家刘姓的差不多全家吧，除了那个在那个农村在那个老家的几个姓刘的人没带走，就把刘姓全家都带走了。就我爸爸要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所以我爸一人留下来了。我们呢小时候就觉得特奇怪，我们家怎么一个亲戚都没有，什么爷爷奶奶什么这些姑姑叔叔全都没有，他们全在台湾。后来80年的时候，我一个小姑来这儿，她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我爸爸呢就回答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觉得我爸爸他的认知我爸爸的认知可能还是当时的这个一些腐败现象导致了64的那些腐败现象，他认为比国民党当时的腐败还要腐败，我想是这样的。那我知道了，对，因为像你父亲的这些共产党吧，就是受过教育的共产党，他们当时参加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对，然后是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那在《半壁家园》这本书里面，您曾写到，就是说，在父辈的口中，他们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解读与我知道的并不相同。我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所学过的历史不过是强权者的历史，是由胜利者随意涂抹、美化自己、丑化对手、捏造事实、掩盖真相的历史。由此，我们曾经长时间的被愚弄。真正的历史在哪里？就在每个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经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家史和个人的总和构成了历史。这都是您自己写的话。您能说一下您这个过程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一个突然的顿悟呢，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也是您自己动笔要写下自己的这个家族历史和自己个人历史的一个动因吗？这个不是我刚开始就认识到的，这不是，是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发现的是这样。最初我根本对家史没有太大的兴趣写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97年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知道我开始写作，而且发表过几篇文章，他就说呢，我把我以前的事情呢讲给你听一听，这样的话你可以作为一种资料，你将来要写小说或写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参考。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过去的历史，讲了大概18次，每次2个小时，讲了很多，我当时都记在我的日记本上了。然后呢，这个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动手，我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事儿。我后来后悔不已，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需要知道很多细节，我没地儿去问，我就放在那儿，我就没有再管了。后来我爸爸去世了之后，有一年，第2年吧，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去台湾，
在台湾我就见到了我的姑姑叔叔啊，就是这些亲人我都见到了。见到了以后，我那个大姑啊，她是原来金陵大学啊女子大学的这个什么的啊，现在呢是在台湾师大教英语的。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口才和那个极好的记性，而且呢，她跟我的爷爷生活的时间比我爸跟我爷爷生活的时间要长得多。她就开始给我讲，我爷爷的事儿，刘家的事儿。就非常的生动，他讲的这些事情事例哈，非常生动，非常那个什么，非常具体。然后呢，我回去就把这些，把我爸爸的说的和我姑姑说的都整理出来，然后我就讲到我要写一个刘家的家史。但是呢，这些东西材料还不够，我又去了台湾，一共去了4次，就在他们的那个档案馆里寻找我爷爷的那个就是踪迹哈，找了一些材料。另外啊，我还有那个台湾的很多亲戚，跟他们每一个人都谈，最后呢把这本书写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意识到我们上学的时候所学到的历史和真正发生的历史不是一样的，不是一回事儿，是经过了篡改的历史。我并不是说我听一面之词，只听我们家人的，而是我在这里边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的工作，材料一大堆。然后呢，我这个家史呢写出来，它和历史哈，就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连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我才有了刚才就这段说辞。就是您写的这2本书《半壁家园》和这个《话说我的一生》，您最希望谁来读呢？中国大陆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如果他们能读到的话，您希望他们能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息呢？是很可惜哈，我写的所有的书，除了这2本之外呢，我还写了那个大概加起来，就总的来说有10本书吧，没有1本能够在大陆出版。那么我只好最后全部是我自费，这些全部都是我自费出版的。书号呢是有的，书号呢，因为在我们澳洲那个书号太便宜了，8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书号，所以呢这个书号都是正规的。那这个东西给谁看呢？我以前在天涯论坛上放过，在这个文学城上放过，在新三 Z 里边放过，在私人史里边也放过。我是希望越多的人看到越好。那么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中国年轻人他们恐怕很难看到，如果他们能够看到的话，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的父辈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是怎么样走过来的。那您怎么看？就是现在今天还有在中国有很多人还是在怀念文革和毛泽东的时代，您怎么来理解这种怀念？还有您觉得这些人他们在怀念的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怀念，那个就得做一下这个人群分析啊。我觉得那个怀念文革的那些人呢，是在文革中受益，并且没有受到触动，甚至受益的那波人。您是说年纪比较大的这些人是吧？对，是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么年轻人呢，可能他们的那个信息来源呢是有限的，信息源也是有限的，他们知道的东西不够多。因为那个你要在中国，我要回到中国，就像一个聋子瞎子一样，所有的那个就是这个我们在国外看到的，就是这搜索引擎或者是什么东西啊，都看不到，他们也是看不到，所以他们的这个眼光是受到那个局限的。我可能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希望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和以后的中国人在谈起文革的时候，他们应该想的是什么呢？不要让文革再次发生。怎么不要让文革再次发生？就是说从上边来说，必须得对文革有一个结论，必须得对文革有一个结论。从个人来说，从每个人来说，要对文革做反思。有些人呢，他就是不想再想这些事儿，不愿意再谈这些事儿，因为他不谈的话，这个事情就这么模糊着，就这样放着了。所以将来要搞文革，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文革还会再来，还会再来。
大家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者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谢谢大家。